日本70年的军工巨兽复活吗？今天特别来看到因为高市高喊着抗中大扩军，现在呢推升了最新在过去这一年3家日本非常重要的军工产业，包括了三菱重工、IHI 还有川崎重工的股价1年之内暴涨那么弱日元现在是让日本的百姓叫说真的是日子过得苦哈哈。没有想到呢，贝森特近期不是说了吗？他要来去救日元，但是大家挖一下他过去的历史他曾经大幅的放空日元，获利10亿美元的一个金额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华府会全面介入管东京吗？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日本现在扩大它在军事上面的发展是军国主义混复苏，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没有这样的迹象，留言写2，跟我们做互动。好，现在来看到的是日元现在日本真的是必须要向美国求援的地步了吗？我们在看到的是日元最近不是重贬一直到40年的新低吗？其实呢，在过去日本政府是一度认为说日币贬值其实是对日本非常好的。高市早苗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日币贬值就很有利于我们这些大企业的出口啊，我们日本赚得盆满钵满。确实他当时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现实现在狠狠的把他打脸了，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出口的大企业有赚钱，但是老百姓过得很痛苦啊。有赚钱的包括了汽车跟机械这些出口的产业的企业受惠，但是我们看到日本最主要它还是依赖进口的能源跟粮食，所以说进口现在因为弱日元的关系，导致民众买东西越来越贵，物价不断的飙升之下，连续4年日本已经进入高通膨的一个状态，导致民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就在经济的压力之下，日本还是持续的要扩大它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并且高市早苗他高喊的就是中国威胁论，扩大对于军事的这个发展。我们来看到几项具体的例证第一个，最新日本公布了2026年版本的防卫白皮书，全文非常多页达到了598页，创下了历史最高的一个记录，并且新版的这白皮书把中国大陆列为是最大的战略挑战，并且显示说其实包括了中国大陆是这个他们最大的威胁之外，他们还说中俄朝的军事联动的风险，甚至是台海的风险一直不断的提升。接下来日本说了要好好的来发展他们的无人机等等新型的战争武器。那么日本的防卫预算呢，也已经来到了新高1.8兆新台币，都是要用在军事上面的发展的。再来我们就是看到了这3家非常日本最重要的军工御3家，在过去1年股价暴涨翻倍三菱重工还有这一家是 IHI 跟川崎重工等等，被视为说就是因为日本要来好好的发展他们的军工了。那高市早苗我们来看到，因为这个经济表现真的太差了，民众对于安全议题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最新他的民调已经跌到只剩下41%了，70%民众不满现在日本的物价不断的在飞涨。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一边是日元不断的跌物价狂飙，人民吞下了经济上面的代价；一方面我们来看得到军工股不断的狂飙，高市早苗打造的军事强权梦，究竟是守护日本，还是牺牲了民生伟大这些军工的利益呢？干哥怎么看？日本现在有一个笑话，就是股市狂欢跟货币崩溃同时上演。奇怪了，这个到底是国家的福还是国家的祸啊？大家都狂欢，为什么？飙嘛，台湾也一样啊，韩国也一样啊，对，反正还有4代同堂啊，一家4代通通都贷款去玩股票了，这是正常的情况吗？日本也有股市过热的问题，但是高市早苗，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以说他的想法，他就说，跟货币下跌对我们是有利的嘛。你看大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对不对？那是大企业啊，你的选票是从大企业来的吗？民主国家你要想到，你的票是从老百姓的手上出来的，但是他眼睛里面，他只有什么大企业，所以说他让股市他让汇市，让市场去决定。我老实讲一句，他就是刻意在压低日元的币值。那日元已经跌到40年来最低了，通货膨胀连4年来
都超过2%，这很严重哎。这些我们都丢着不讲。好，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刚刚最新出版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第1章一打开，揭除日本将来6年防卫计划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因应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他就直接告诉你这样，他说因为中国的航空母舰以及驱逐舰队，在这些海域的活动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想不出有什么可行的方法以之对抗。那怎么办呢？那我直接提升防卫预算到1.8亿1.8兆，不是1.8亿，1.8兆新台币。对，到了1.8兆新台币，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就超过 GDP 的2%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川普要求的。那事实上也正好符合高市早苗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很希望日本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他现在把防卫白皮书里面提到台湾，就认为说，台湾海峡如果出现争端的话，那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的生命线。所以说，你要把它等同于日本就遭遇到生死交关了。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明白，就是说我要介入。可是我要怎么介入呢？我要介入的话，那当然还是要我们这些大企业的支持。什么叫大企业？川崎重工，日本第1品牌；三菱重工不用讲了，会做飞机也会做汽车；石川岛薄膜重工，从2次大战就最有名的做飞机引擎跟潜艇引擎，它甚至可以生产一艘真正的核子潜艇给你看。这是日本真正的大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所造出来的军武品质，都一向是在世界的前列。大家听过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吗？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但澳洲要买，印度要买，台湾也要买，谁的？三菱重工。所以现在我跟你讲，防卫白皮书写得很简单，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之内，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挑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扩大国防预算。问题是，日元一再探底的结果，现在$1已经兑到多少日元了？163.99日元了。这样子对于老百姓的生活直接影响油价，好不好？食品价格一定掉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民生必须嘛。然后高市早苗完全没有把它看在眼里，所以有人说他的任期可能不长了，因为他有一天突然倒戈的话，一定会非常的迅速。因为他现在的情况跟他原先所承诺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日本的实况。好，这个是日本现在面临的，不管是经济上面，或者是来自于老百姓政治上面的双重压力。那日本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现在罕见说我要出手了。这一位是美国财长贝森特，他公开表示，因为日元近期不是贬到40年新低吗？他说呢，接下来我要跟日本一起来稳定日元市场，所以呢，被发现他这边在本子上面写了说要买进500到100亿美元的日币。但是有一件事情很讽刺，就是最新今天外媒所做的报道，他说对贝森特现在说他要救日元，但是被挖出来他过去的历史哦，他曾经在索罗斯基金操盘期间大举的放空日元，当时啊贝森特这边的操作下获利高达了10亿美元，等于说他现在的角色从过去大放空日元到现在成为了拯救日币的英雄吗？好，再来不只是贝森特，他这个操作的方式是不是跟美国政府也有点像呢？凡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因为这背后美国是否在考虑要救日元有3大的利益，第一个就是救美债，第二件事情就是逼日本持续的扩军，把他的国防支出从目前的 GDP 2%，是不是可以超过3%呢？并且大幅的购买美国的军事武器，跟美国合作，最后就是确保日本对美的投资能够落地，因为当时日本曾经承诺过美国说，
对，我会投资你超过5500亿美元，这内容涵盖了能源制造业跟基础建设等等，所以美国也要确保日本的经济还有金融上面的稳定，是因为这样子吗？那先来请教委员怎么看有关于贝森特这个人物，他从做空日元到拯救日元，是不是跟美国政府的做法也有点类似呢？委员怎么看？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索罗斯的这个基金公司哦。就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它其实在过去这个国际金融市场上是恶名昭彰的哦。就是长期以来，它就是专门扮演这个空头的秃鹰，它狙击过英镑，狙击过泰铢，狙击过印尼盾，造成过韩国的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通通都是索罗斯这个基金管理公司的这个一手操作出来的哦。那么它只有在毕生战役里头只有一次落败哦，就是当时他要狙击港币，可是他没有想到中国大陆拿了足够的子弹跟他对决哦，所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狙击港币的那一战里头是铩羽而归的。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其他的战役，他都赚得盆满钵满。英镑是在什么时候脱离跟美国挂钩的？就是因为被索罗斯狙击啊。1992年，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这个结合了他自己本身只出了10亿美元哦，然后他结合了2个政策哦，一个叫做外汇远期合约，另外一个他跟银行签了足够的信用额度，他一口气把当时的10亿美元放大杠杆到100亿，放大了10倍哦。谁在操作的？核心成员就是贝森特啊。贝森特1991年到2000年就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工作。当时狙击英镑就有贝森特的影子在里头，贝森特是操盘手之一耶。然后贝森特后来离开了之后，再回到这个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时候是2011年到2015年了哦。所以你说贝森特现在跑来救日元，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么好笑？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秃鹰，你专门就干这种事情，然后你现在居然要扮好人，说你要去救别人。那你说美国为什么要救日本？他当然是为了自己啊。美国要救日本，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刚才思明讲了有3个，但是美国这个自私的这种心态啊，他真正最主要要考量的是他的美债，因为如果他今天不出来救日本，日本自己要来，日银要自己进场来护盘，日银会怎么做？日银手上的美元不够，他必须要卖美债，他要卖美债，拿美元买日币进场护盘，所以你看到了日本大概当时是在7月30号吧。他那个时候日银投进了528亿的美金护盘，然后到了7月31号，他再投340亿美金护盘。大家想一想哦，如果日银自己单干这件事情，他就只有一直卖美债，一直卖美债，一直卖美债，会造成什么结果？市场上的美债的供应量太多了，于是美债的殖利率就飙升了，这对美国来说才是最严重的打击。所以你说贝森特跟美国很好心说我来救日本吗？他也没救。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救吗？他用了一个根本自己1毛钱都不用出的方法去救了。大家知道在当时疫情期间哦，美国的联准会定了一个机制叫做 FEMA。 这个机制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国家你有美债存在我联准会的纽约银行，你有美债压在我这里，我就让你借，就你临时需要掉头寸的时候，我让你借，最多借600亿美元。7天，我时间给你7天，让你掉头寸，让你在短时间之内不至于有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当然，最主要他会做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怕他们去卖美债嘛。所以你就跟我借就好啦。干嘛卖美债呢？你美债可以继续留在我这里啊。可是这7天呢，他还是收利息的。他的利息比市场上的负买回机制的这个利息还要高的，所以他不是做大善人的，他不是做慈善事业的，他还是有赚人家的利息一手。他今天是用同样的方法在救日元。他跟日本讲，反正你有美债压在我这，那你跟我借好了。所以你想想看，本来日本人政府去卖美债，他也不用付利息，他就卖美债就好了。他现在不得已啊，他现在是要跟 FEMA 机制来借钱，然后最后还要付利息啊。所以你说美国到底真的帮了日本什么？我实在完全看不出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已啊。但是今天美国投进来的子弹够不够？各位知道日本的汇率，日本的这个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额是1.3兆美金，1.3兆美金的额度在里头。那你拿个300亿、500亿、800亿、1000亿，这杯水车薪你要拉得起来很难的。虽然现在人家说，哎呦，现在看起来好像有效果了。废话，市场有预期心理啊。大家都知道，你美国跟日本现在要救，谁会在这个时候进场呢？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回补了。
我当时低价买的日币，我现在高价把它卖掉，我赚你一手啊！我在等着下一次再进场。现在大家在等什么？在等你美国跟日本的子弹用完嘛。因为很显然的，你手上没有无穷无尽的子弹可以用啊。当这个子弹一旦用完了，日元又马上会急转直下，所以你们就看到它最快就拉到155，然后现在在157、159不断的震荡。为什么？就是因为后继无力了。用这种方法去拉抬日元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解决日本跟美国基本利率的这个差距哦，1%跟3.5%到3.75%的这种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套利交易会永远存在的。好，那上这个又怎么看呢？我想这次其实都知道了，其实到底这次美日联手花了多少钱？其实有统计出来，在这一波的这个7月30号、30号这2天当中，日本拿出了870亿美金，那么美国大概拿出了大概100亿美金左右。如同刚刚其实大天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就不要让日本当中卖掉美债，因为之前要知道，今年4月、5月的时候，日本已经干预一波，后来没有用。当时日本拿出多少？736亿美金，在4月、5月之后2波来介入，结果介入当中有一点点作用，可立刻又没有了。而这个当中，当时4月、5月就是卖美债所以这里就美国不会让他再卖美债了。而且，其实美国为什么还是要介入因为现在日元的波动开始影响全球的部分，包括美国包括华尔街股市。要知道，现在美国股市当中，科技 AI 类股是整个美国华尔街股市在85%的动能是靠着 AI 类股。如果这当中产生了这个资本当中日元跟美元当中流动的这个影响的话，其实对美国的现在维持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讲，所以这个稳定性，我觉得贝森特难怪要出手。而且我们看这个，其实美国出口当中还是有点贼，而且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几个角度。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贝森特就是让路透社拍到他那个时候 to do， 他后面就是有50到100亿，然后要买日元。你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你根本就故意的嘛。因为当你故意的时候，就会让那些预期性的投资套现的部分，美国要介入了，所以大家会开始有点收手，他就省了很多钱了，你知道，就自动了。第二个部分，其实这一次很特殊，它是卖欧元换美元之后再来救日元，所以其实当中没有动到任何，这个蛮聪明的这是超过外界预期。结果但是而且这里头还有个很微妙的地方这不是美国财政部出手，是财政部让 FED 联准会出手。所以这里头有个微妙的地方，说财政部跟现在联准会怎么会这么紧密啊？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迅速、快速的就来帮日本呢？所以我认为再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是，这次开始美日救了，如同刚刚大千讲的，我认为没什么用。其实现在马上155到20，那马上就这2天回到157点了。所以其实大家还是看是不是投机的力量还是很大。但是我觉得要特别关注中美国跟日本这个紧密度。我觉得你知道钱袋子这件事情，而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救，还是很微妙的。所以这里头其实美日之间的紧密关系，包括军事，包括等等的中日的这一些中国跟日本现在这些冲突，你看如果救日本，按照川普的个性，早就大说他是他的功劳，川普都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在对日本很多的这些微妙的地方，川普都有一点疏离。这里头是不是背后其实还是美国还是控制着包括日本的很多的变数以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一次的这个救日元，我觉得大家要看深一点，后面这个深层度其实是要值得注意的。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